几个世纪前，印加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盔甲，这种盔甲能够随着锋利长矛和狼牙棒的打击而弯曲，从而保护士兵免受于哪怕是最猛烈的物理攻击。这些坚固的结构并不是由铁或钢制成的，而是由一个极其柔软的材料制成——棉花。这些厚厚编织、层层堆叠的棉花，能够将击打的力量分散在一块较大的表面积，因此在保护士兵的同时，也不会局限他们的活动能力。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特性，强硬度和灵活性，柔软度和耐用性，来源于复杂生物学中肉眼几乎无法看见的棉纤维。这些纤维的生命始于棉花花朵表面的种子。一个种子中能被多达16000根的纤维充斥，宛如迷你水气球，从种子表面向外膨胀。每根棉纤维不论长成多大个，都由仅一个细胞构成。这种细胞有好几层细胞壁。几天后，第一层细胞壁，亦称为出生细胞壁，变硬，向一个方向推动细胞生长，从而使纤维被拉长。在16天左右的时间，纤维被快速拉长，其后它便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——强化细胞壁。这是通过产生更多的碳水化合物纤维素来完成的。在这一阶段，该纤维素占细胞壁构成成分的34%，且占比仍旧快速上升。这一生长促使对现有细胞壁纹理的抵触，因此也强化了细胞壁。被强化的细胞壁变得更加坚硬，会限制其进一步生长。这意味着，如果纤维素过早改变细胞壁结构，棉花纤维就会很短，最终只能产出粗糙且易破的布料。但如果细胞壁强化阶段开始的过晚，那层细胞壁就会不够坚固，生成的纤维会过为柔弱，难以很好地将布料合成。理想的生长条件是适宜的温度、水、肥料、害虫防治，还有光线。这样，一根棉纤维可以生长至长3.6厘米，宽仅为25微米。细长且高品质的纤维相较于短且质量较次的纤维，能更好地缠绕彼此。这表示那些细长且高品质的纤维能够制造出更坚韧的棉线，编织成更好的棉料。因为棉花的特性，它们被广泛使用，从柔软的纺织品到美元纸钞，内含75%的棉成分。在下一个棉花纤维成长的关键阶段，大量纤维素在次生细胞壁内堆积，并从而强化细胞壁。纤维素的重量占比上升，超过纤维净重的90%。超多纤维素堆积，次生细胞壁就变得更紧实，这决定了最终棉花纤维的强度。这一生长阶段至关重要，对于后阶段是否能产出经久耐用的材料，比如 T 恤。一件成衣经受多年穿洗的能力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次生细胞壁的密度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成衣的柔软性主要受到棉纤维长度的影响，而纤维长度是由出生细胞壁重塑的。终于在大约50天后，纤维生长完毕，细胞死亡，只留下纤维素。干燥的棉子痂也叫棉绫，包裹纤维的物质裂开了，露出一簇簇柔软蓬松的纤维细胞。我们看到的丝状纤维比人类毛发还要细，是那些紧实干燥的纤维素壁原细胞壁的残留物。数以万计的这些纤维被纺织成纱线，随后继续加工生产为各种东西，从面料织物到咖啡过滤器、尿布，还有渔网。利用现代科学的帮助，棉花可能在不久将来变得更柔软、更坚硬，以及更有韧性。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何优化棉花生长，通过调整营养、气候和基因等学科因素。跟着这些视频继续学习吧，别忘了订阅哦，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